这个灾区还蛮惨的哈，而且雨看要下到下礼拜2，下礼拜3以后呢，才说又很热，跟夏天一样啊。那网络很多人也很弱或者不通，通讯也断了，尤其是房屋的修护，又缺工又缺料，这蛮惨的啊。那赖清德说要成立前进指挥所，23天后才成立，以前就开始就要成立了嘛啊。那需要民进党的公职全力配合救灾重建啊。那另外呢，台南屋顶覆盖率只有1成，就是修好了只有1成。风灾呢牛布，而且又下雨了，更惨了。原来他们用那个什么帆布啊，把顶盖住啊，水一来就破功了嘛，啊，就破功了哈。那这个卓荣泰说，风灾受损房屋超过3万户，哦，所以要提一个特别条例啊。我的朋友告诉我，媒体的朋友，特别在七股跟台南后壁，差不多有2万户，屋顶几乎都破了，等不到人修啊，哦，铁工也找不到，什么都找不到，所以要等2、3个月，这2、3个月怎么过啊？下雨怎么漏雨？夏天热不下雨，下礼拜3太阳也照得要热死人了哈。南台湾那个太阳，那宋楚瑜因为以前常常救灾嘛哈。他说他有2个建议啊，第一个进行第2次汉光演习，哦，就是军人来帮助民众嘛。你记不记得第1次的时候，汉光47号演习，有居民呢跟赖清德陈情，他说我们爬不上，赖清德说军人要演习啊，你们自己爬，有摔断腿的、摔死的。那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演习也可以来救灾，怎么不行呢？所以宋楚瑜说，那就第2次汉光演习嘛，再来1次演习啊，这也就以救灾为主啊。另外呢是要举行小型国事会议啊，那另外呢这个万元到底给不给？行政院说不复议了，因为复议的话立刻就要10天之内要送到立法院了。没错。哦，那一送以后他823怎么办呢？他823他不敢了，所以他不想发，又不敢说我要复议，所以要事实。什么叫事实呢？823，然后看823的这个选举结果怎样，这个罢免结果怎样。提释宪及特别条例修正草案，再说吧。我们看一下。足严重诶，规个规拢掀起来啦。我像这落雨，我内底嘛是咧落雨呢。瓦砾屋顶破了大洞，帆布下的家，每场雨都像噩梦重演。大大小小的水桶摆在角落，灾民苦撑近1个月，家园还没修好。做歹啊，因为你啊落雨落爱，我落爱咁来一直雨。丹纳斯风灾，台南超过2.4万房屋受损，1793户房屋屋顶被掀翻。灾后第25天，多数灾民只能靠帆布遮蔽。人传来问安，也未看到啦，无啥，讲电来看得知。就是根本都无电啦。屋子没修好，通讯也没恢复。对此 ，NCC 宣布已请3大电信业者增设灾区优先通道，拨通3位数的号码之后，由专人转接协助。台南市政府则再增设了 Google 表单，让灾民通报手续问题。不过，如今网络电话都不通，老人家要怎么求援，还是一大难题。叫恁上网络填资料，恁敢会晓？会晓呢。拢老花啊，袂晓，哪唔捌字的。这你看遮大片，这经济上这唔知几10万呢。补助无够吗？补助欠起来唔知几万尔啦。当地里长透露，不少灾民经济拮据，但重修屋顶要价30万，难以负担，还面临缺工又缺料。来，林涛。你基本上可以看到，现在台湾基层的民众关心3件事情：第一个是关税对于农产业跟工业劳工所造成的影响；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讲到这次风灾的重建；第3个是补发现金。这3件事情政府都没有回应我们基层民众的需求。其实刚才洪薇姐提到这个外汇存底，跟蓝轩姐提到这个产值的部分，你自己去看一下日本的 GDP 1年是4兆美金，它是投资5500亿；南韩是1.7兆，是投资3500亿。如果依比例的话，台湾0.8兆美金的 GDP 应该是投资1750亿，可是现在是从2000亿到4000亿上看，等于就是说最基本款就是你 GDP 1年的1/4的产值全部都要投资给美国。那这样子对我们来说，其实有看嘛，就到底这个投资有没有包括之前 TSMC 的投资额？第二个呢，这样子的一个额度会不会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基础税率会不会是基于半导体的？第3，到底现在我们的农产品的开放程度会不会
伤害我们基层的农业跟劳工，这才是大家关心今天晚上或是明天要公布的这个关税。那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获得很多资讯，在台北在北部看到的灾情，南部发生的远比我们看到的还严重太多了，太多了。这个政府在干嘛？24天之后才说我要设立一个前金指挥所。然后呢，你去看这个风灾特别条例，过去都有 SOP， 不管是灾祸的这个我们讲范围的认定，补助的金额、农损的范围，基本上已经行之有年。台湾不是第一次有风灾或台风的状态，可是这个政府到第24天还没有办法做这些认定。然后呢，我们在野党立委发现行政院没有要提灾后重建的特别条例，我们提了条例，你又在那边卡。说要朝野协商，有什么好协商的？进步2读就赶快讨论，赶快钱就拨下去了啊！你朝野协商还要进冷冻期1个月，这些灾民还要等多久啊？8月初可以做的条例，钱可以下去的，你还要等到9月中的会期吗？这算什么样的政府啊？那你可以看到，就目前为止，农业部公布的灾损是已经高达32亿，台南最严重14亿。然后我们的总统下去再呛灾民，然后你看到嘉义县是7亿，云林是5亿，就云林是怎么样？没有哦，你们云林的这个农产品没有列入在我们的名单里面哦，优先先给民进党的县市，你把云林人当什么？就是现在的政府怎么会是夸张到这种还在把救灾当成政治攻防的内容？所以我们必须讲，就是说。昨天国民党团在整体的立法院的推动的协商的速度是加快的，甚至我们要针对灾后重建的促进法，把它变成不要仅限于过去讲到的第2预备金或是灾害的预备金，应该是匡列一个重建的节奏，这样的机制才能真正拯救中南部这一次救灾的这个风灾。我必须讲啦。讲到底啦，第3个民众关心的啦，你普发现金现在普发下去，我很多民众急需要现金，他也可以去，不管是买菜，或是说他的家里要赶快，就像卓荣泰讲要买冰箱，他冰箱可能淹水也坏掉了，这些内容他没有任何的补助经费给他，那你要把这些中南部的灾民放到哪里？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子哦，如果今天在民进党的本命区，他都可以这样搞。他都可以这样能写，也难怪乎最近新的民调，赖清德的这个民调是我们讲的死亡交叉，而且这死亡交叉其实应该出乎赖清德自己的预料。民党已经玩到吼，就是为了选举泯灭人性哦，这是台湾史上第1次台风要经过23天才有所谓的行政机关。过去不管是行政院长、副院长、政务委员，或者是任何的一个官员，都会直接派前进指挥所。等了23天的前进指挥所，是把嘉义、台南人当塑胶吗？是把这些长辈的命弃之不顾？你有看到那个因为断了收讯，因为缺工缺料，所以导致这个长辈他打不出电话，造成没有办法来得及急救的时候，这一条人命就直接死亡。这一个国家，昨天看到我们来比较哈，大家还记不记得过往韩国瑜院长他在当高雄市长的时候，他去救灾，他爬到树上，然后民进党把他大做文章，说你看这个人来作秀。现在你自己隔了23天派人，派完了以后，昨天他们政务委员是在什么？叉着腰在门口，完全没有办法回应百姓，也没有要理。实务上面台北市过去所有我们大家都有救灾经验，我们要呼吁中央政府。你现在可以跟很多人调物资，我们在地方听到后备军人他愿意帮忙，请问你调了没？我们的义警消的系统愿意帮忙，你调了没？现在是暑假期间，许多的学生是愿意去做支援的，你教育部的体系动了没？还有你不要再用帆布来做这些事情，其实台湾有许多的帐篷、天幕是可以调动。我们过去在 COVID 的时候，在 SARS 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样来支援的。现在云嘉南，你看到哪一个地方有用这样的系统去做处理？其实这一次的救灾连自家人都看不下去，包括昨天行政院还在做那个图卡，好说我们这是有史以来水退最快，这些人民看的是多么的心酸呐！我家还在淹水，我家还在破，就你制作一张图卡告诉说，放心啦，我们已经是有史以来最快了。这样的泯灭人性是非常的可怕。最后我要提醒中央政府，接下来因为高温的原因，我们祈求无风无雨，但因为高温长期的这个水曝晒淹在那里。
传染病跟病媒蚊防治这件事情才是接下来要重中之重。我们其实是登革热的重区，我们也其中南部这些县市有许多的病媒蚊，它不是只有侵害到人，它甚至可能会这些农作物、农产品都有一并受损的可能。这件事情要非常的小心。昨天呢，因为他们媒体都拍一张照片，那个郭智慧不是这个双手抱胸吗？在后面嘛哈。那我的脸书跟我就有批评他，结果经济部昨天半夜快11点多的时候发文呛我，哦，这是媒体没看到，那我就看到了，说赵少康是看图说故事，哦，我们经济部做多少事情等等，我就好吧，那假定说看图说故事，那你经济部昨天做了5张梗图，要不要给灾民看看？你们都说现在治水比以前好多少，给灾民看看，他们水深火热，他们同不同意嘛？不要说我看图说故事，让灾民看图说故事，还是经济部看图说故事，这一个。第二个呢，郭智慧说他在后面处理执行任务，有没有打电话执行任务？我看这样子没有看他在打电话，哦，也许他在打电话没看到，所以我也请经济部这个，因为昨天是部长办公室发新闻来呛我，是不是请这个郭智慧告诉我们那个时间大家都知道嘛？他打了电话给谁？交代了什么任务？然后呢，后来又完成了什么任务？大家知道啊，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经济部长多辛苦啊！哦，不应该吗？那你既然说他在后方执行任务，就让我们知道他执行什么任务嘛，不能只是一句话说我在后方执行任务啊。我想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嘛？那个时间点你到底执行了？你跟哪一个部会在通电话，或者你的属下什么哪一个单位在通电话？然后呢，你交代了什么任务，执行了什么任务？哦，所以我在讲说关税。立法院好像在质询这个郭智慧，他说他没有参与嘛，那奇怪了，固然行政院现在是有一个谈判的一个办公室了，但你还是经济部长啊，对啊，对不对？而且你的次长是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萧万长从国贸局4组组长，一直到国贸局的这个局长、经济部的部长，都是身先士卒，自己去谈，无语不语啊，记得吗？所以。立下很多的这个战功替国家，那你经济部长怎么这个是无关呢？说那个我都不知道，救灾你也插个手，说你在后方执行任务，关税你说你也不知道，那你到底干嘛呢？当然我可以理解经济部办公室他的幕僚是这个护他了，哦，可能怕万一下台的这些办公室的幕僚工作也没了，但是你这个护的不是太过头了吗？不是这样吗？蓝轩。不是，我就说，事实上，你刚才赵先生讲到什么七股啊、后壁啊，这个状况非常的惨。我的大学同学在将军乡，他前2天自己爬上去弄屋顶，就是在大雨要来以前，我就是说，是真的，大家都还在弄屋顶，到现在为止了，已经经历过23天、24天了，还是在弄屋顶，因为他对他来说，他这个帆布不能够去支撑现在的大雨嘛，哦，而且刚刚这个赵先生讲说，郭智慧，不要忘记，郭智慧还有一件事情该他做，他也好像是没事人一样，能源现在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物理学奖得主朱立文都讲到说，台湾的能源的问题已经事关到国安的问题了，应该要去这个彻底的改变，必须要去思考核能的部分。他还是一样没事人啊，所以我就说，事实上，我觉得风灾事情有一件非常痛心的，因为我非常多的朋友在台南。我觉得过去我们碰到小林村灭村事件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时候因为小林村在远远的山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说他那个相关的要通知大家撤离的这个传真是半夜3更送到很多的这个村里办公室，来不及了，所以等到第2天醒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你才知道说那个时候远远的小林已经灭村了，但现在的台南跟嘉义，它不是偏乡啊，它不是偏乡，为什么到23、24天之后还有那么多的灾情没有办法传出来？我觉得现在等于是没有电话、没有网络的地方，就叫做偏乡。所以呢，当你这是所谓的绿媒只报喜不报忧，把很多事情按捺下来，很多的地方的政治人物知道这个事情讲出来之后，会去呛到影响到整个罢免的声势的时候，他都按下不表的时候，这些地方就是偏乡，所以很荒谬啊！在台湾那么一个民主的地方，那么一个资讯通达的地方，竟然会那么多的灾情，到现在还传不出来，不是很可悲吗？我讲这个后壁七股那个屋顶，就几乎我没有看到媒体报道。对，就是啊，都是自拍出来的，很多自媒体。他们媒体是有拍一些这个灾情，但是并没有真的深入到真正受灾严重的地方。我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呢这个就是人力不足不能去，还是不敢把这个灾情向社会来披露。需要再回来。
民进党昨天开中常会啊，大家期待赖清德是不是呢要表示一些，这个道歉的意思，因为搞一个726，劳师动众，劳民伤财，全民都为了他700-800万人搞的这个大家这个真的是都是为了这事情这个出动那正投票那所以呢，而且搞了个25个全部铩羽而归。那应该是道歉嘛？他不是，他昨天跟公民团体道歉，然后呢罢团然后呢全党跟公民同行。公民也不是只有这些人，公民团体也不是这些人公民同行。台湾有多少公民啊？有2000万，将近2000万的公民所以呢，他现在搞了半天，只跟那个罢免的那些人道歉，其实只是这个意思那而且呢，这个做不到的地方要承担所有的批评然后基层听说已经很生气了，不要再拖我们下水了所以地方干部也炸锅了，你不把我们搞到什么地步？劳师动众，然后干嘛呢？好，那么民调今天有2个民调出来，一个美丽岛电子报说赖清德的不满意急速升高到56.6%，满意急速下降到34.6%，就是你到底要干什么嘛？你一个总统面临两岸的紧张、关税的问题、风灾水灾的问题。百废待举，这么多事情需要你去关切，你每天都搞到大罢免，你在搞什么？然后新任一个秘书长，对不对？代秘书长一半去救灾，一半去罢免。我告诉你，一个人好好干一件事，救灾都干不好，你还分成一半，你是什么？你超人啊？莫名其妙好吧，那大家对赖清德信不信任？信任度已经急速降到37.2%，根本不信任你。就你当一个总统，对不对？你在这搞什么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连任支不支持？不支持他的54.9%，支持只有37%，所以大部分人其实并不支持他连任原来支持的还有46%，一下子从46跌到37%因为台湾的选民讲实话还是蛮厚道的，就你既然当了，他就支持你好好做嘛。对。结果呢，所以呢，当时还有46%觉得你就好好做，做得好就让你继续做嘛。现在发现你在搞什么鬼啊？所以不支持到54.9%，任期有2年多，现在做了1年多了。你有没有信心？悲观的从38%变63%，乐观从50%变成22%，乐观只有22%，包括他的支持者很多都不乐观啦。就是个性怎么这样子呢？当台南市长240天不去议会，当这个总统你40%的选票当选，应该很谦虚跟在野党好好沟通把你们干掉，干掉你们以后我就一党独大了。所以呢，大家觉得哇，这不行，这样搞麻烦。那另外呢，这个有70%的选民大罢免是赖清德跟民进党失败，将近70%认为是失败，认为成功只有3%。他们虽然自己说，赖清德说，哎呀，这次的这个罢免的结果不是哪一方面成功，也不是哪一方面失败，就是你失败。所以呢，老百姓都看得清楚。那另外一个正传媒也做一个，说赖清德的不满意度也是50.4%，满意只有35%，也是超过一半了。超过一半了然后呢，这个民进党支持度也下跌原来从36跌到29所以你整个不管党也好，个人也好，你何必还要硬要去搞823？看一下，民进党做的不够的地方，我要承担所有批评，也要向所有投入的公民团体与支持者深深致上歉意。终于为726罢免失败道歉，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总统喊话罢团与支持者外，并批准秘书长辞呈，宣布由副秘何博文代理赖主席，并交付2大任务。面对8月23号即将到来的罢免投票，民进党会继续与每一位在罢区努力的公民并肩同行。我要请中央党部与各地党公职全力支援公民团体。赖清德定调迎战823，第2波罢免国民党7位立委，前总统蔡英文出席活动，谈到罢免，感谢公民努力。台湾在民主的路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在街头上努力的志工，以及所有特地飞回台湾投票的朋友，无论如何，我们都一起上了一堂最实用的公民课。此时检讨罢免，要给支持者吃下定心丸。好吧，这个香龙怎样看？赖清德因为现在在经过大罢免之后，整个的名气，其实呢那个方向是很清楚的。这个时候出现的调查，然后剧烈的波动，
赖清德的满意度大幅的下滑，不满意度大幅的提高，这都在预期之中。不，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在被大罢免所掩盖的一些本质面的东西，就是台湾的农村出问题了。台湾的农村虽然我没有下去看，但是我一直关注这个新闻。我觉得台湾的农村跟 ECFA 刚开始一段时间之后的农村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我帮台湾的农民朋友们回忆一下 ，ECFA 刚发生 ，ECFA 之后的几年，台湾的农村出现了什么变化？台湾许多农村的信合社、一些渔业单位的这些的合作社存款大爆满。不断的挂红布条，许多的就是说呢，这些农村的信合社呢，这些呢存款大爆满，以至于你很多在都会区的银行要借钱借不到，都会区银行说你去找你去找这个就是说呢一些农村的信合社借，去找农会的这单位借，就农渔会里面的信用部存款大爆满。我看到好多的红布条，我也会去查那细部的数字，他们的那些的，就是说呢，财富存款都是农渔民存在那些合作社里面的存款，都不断的成长，几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呢，台湾的农村有几个农村渔村的房地产都拍出新价格。那个时候我看到呢，台南，我记得像是玉井啊等等那些地方都开始出现了在农村的豪宅型的别墅，大家都知道呢，农村呢发了。过去呢，民进党呢，我觉得不可思议，民进党呢是靠呢贩卖农民的悲情起家的。可是现在对外呢出卖呢所有台湾的农产品的利益，对内呢农民呢农村破败成那个样子，20几天救援不到，不可思议。我在看到过去呢，台湾有一段时间，农村呢到处大兴土木。我告诉你，所有的农民朋友，你认真想想看，你不管喜不喜欢马英九，你回头想想看，在 ECFA 那段时间里面，是不是农村呢开始翻身的时候？许多的农村，大家的旧房子呢都开始翻。然后呢，你所有对于你自己的未来的农产品出口展望，像这次的台南雪甲是虱目鱼气做的地方，是当初的虱目鱼在大陆没有人吃啊，但是呢，为了要讨好台南的这最深绿的雪甲的地方，他跟你气做5年的时间呢，血本无归，你还是一片绿。当慢慢的呢，许多的农产品都中断，两岸的农产品呢，慢慢的呢都已经停止了之后，刚开始你不会觉得，几年之后，经过蔡英文几年的时间，这个时候你应该会感觉到，你跟10年前的生活出现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过去的农村的财富现在还有多少我不知道，我只看到呢，台湾的农村这一次的风灾过后。我再看看呢，大陆的一些救灾的影片。大陆的救灾，因为他们光是今年，你看到呢，不管是地震也好，水灾也好，山火也好，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救灾的时候，他们同样是解放军第一时间就进去。解放军进去了之后呢，他很快布建什么？第一个，他一定是通讯，他的无人机的通讯系统就马上进来。通讯系统进来之后，先提供通讯。第二个，提供了备用电力，马上进来，让大家呢有电可以用，那都必须要在呢很短的时间建构。第三个呢是帐篷，让你有住的地方。第二个干净，第4个就是干净的饮水跟食物，大家就稳定。剩下的呢就在大家就一起，通常4到5天左右呢，把所有的这状况大致上还原，剩下的再交给灾民。所有的呢，我看到呢，解放军这些要离开，救灾单位要离开的时候，当地的灾民几乎都是道路两边的列队欢送，这个画面在台湾几乎看不到啊。就是台湾的农村跟我光看到那些的农村的房子，我说我在10多年前我看到的不断的在翻新的那些的新房子，什么时候又回到了过去最破旧时候的模样？许多人看到说，这是你们台湾的农村吗？不只是你们的都会区的样貌不行，你们的农村的样貌也不行啊！大陆许多的朋友现在这样讲，我告诉你那是真的。我不可理解的就是说，为什么会在20多天的淹水之后，到现在为止，灾区许多人想进去，寸步难行。对灾区的情况，现在大家仍然讳莫如深。而在当地的台南也好、嘉义也好，这些地方的农民朋友们，你们真的过得下去？
我基本上面对，的确是这样子。不过我相信明年选举距离现在县市长选举490几天哦，相信学甲这个北门还有我们刚刚所说的后壁这些，应该还是民进党的铁票区。民进党的是熊克谁？我跟你讲，他们就是熊克谁？他们就告诉你这个东西，即使20几天没有水电，我到时候给你一些的补偿，然后再告诉你一些阿公阿伯来啊，我告诉你。人民很善良，他们会非常非常的疼惜这个本土的政党，到最后可能也还是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一点。不过从这个赖清德这个民调来说啊，因为他是在28号到30号来看，那当然是整个大罢免结束之后，所以他的民调会往下，这个当然是有迹可循。我只是非常的惊讶的，这个是早上就公布，然后相对于礼拜三。赖清德在中常会里面告诉大家与公民同行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所有人看到的都傻眼。过去726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想要跟这些合作，又很害怕，然后呢，因为这个完全就是不具有任何的正当性，所以他们就是欲取还迎的，到最后结果就搞得什么都不是。结果现在结果，你们大家就认为，连有很多的在电视上的名嘴都告诉大家说，他们对于823其实已经不太具有太乐观的本钱，自己都在讲，他们就认为726过完之后呢，民进党在823或许就应该是有所挑战，来收这个脚步。可是当赖清德又讲出一个他跟公民同行的时候，好像又把大家的这个战火又连接起来。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很多绿营的人对于赖清德这样的表态是非常充满非常多的焦虑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看好823。国民党有机会会让他们夺取几席。那既然这个状况之下，总统又聊了 key， 你觉得这整个最后他们要怎么样来对他们这一连串的事情来做一个辩解呢？现在还有公民在打第一线，当赖清德说他要全部聊了 key， 然后结果又不如他的预期的结果，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7席都是地方扎根非常的深的，而且国民党已经寸土不让的状况之下，万一不如你们所需要，赖清德他目前为止他的声望，告诉你一定是要跌到更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地步。你想为什么要到823？因为第一个726还没有联署完成，就表示那个地方的联署啊都很困难。就是啊，在这种情况，你连10%的联署，而且那个中间有没有问题？听说里面有各种传言，对，连那样都有问题了，你还掉25%，谈何容易啊？所以我是觉得赖清德，你只能用几个字来形容，你可以说他执迷不悟。择恶固执，人家是择善固执，他是择恶固执，他就跟你硬干到底啊！要怎样？就是这样。休息一下再回来。